这个啊，一个脖颈瞬间猝死擂台，还给对手的尸体当场鞠躬，大快人心。这一次我将派出我的儿子来对付中国人，他的实力很强，一个打3个绝对不成问题。我已经下了死命令，如果他打输，他将为当场切腹自尽。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非常解气的中日大战。那如果你也喜欢看这个小日本子被打得狼哭鬼嚎、下跪求饶，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好，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是在日本东京。眼前的小伙子赵重阳来到了日本。是方的老板，他的父亲，他的亲爹啊，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狠毒。赛前哥们表示说呢，打不赢中国选手，我就让我的儿子啊当场切腹自尽。在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做虎毒不食子。但是观众朋友们，这小日本子毫无人性，这个连畜生都不如啊！好，这里废话少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我们注意看比赛开始，赵重阳在进攻上打的还是比较凶的啊。反观这个伊藤健人啊，表现的非常的怂。我都从他的这个表情和动作上能感觉到啊，他是非常的恐惧。不会吧？比赛开始还不到1回合，我们看这个伊藤健人啊，皱着眉毛啊，感觉这个心事儿是非常多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啊。第1回合赵重阳的表现非常的不错，而且差一点啊把这个小日本子好漂亮，赵重阳拳法真的是拳拳到肉的一个状态。那反观这个日本选手啊，这个伊藤健人现在更多的就是想打退我们，能不打就不打啊，能跑命就跑命啊，因为这个家伙呢心里边有小99啊，他想把比赛的结果交给现场的3位日本裁判。那如果打满3个回合的话，这个日本选手伊藤健人啊，他大概率的话是会赢的啊，因为这个裁判不出意外都已经被收买了。所以说今天赵重阳想赢啊，必须要 KO 对手才能够征服这帮小日本子。好，注意看今天赵重阳的飞机使用很频繁，要去切腹了。好，这场比赛赵重阳并没有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啊，把命运狠狠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拿下了比赛胜利，非常的精彩。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赵重阳不好说了，真的不好说了。好，再次恭喜赵重阳。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就是中国精神，广西狼兵后裔，绝不认输。我说了。他是拳击擂台上的 KO 专家，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重炮杀手。他的比赛只有终结，没有判定，不是他 KO 别人，就是别人 KO 他。重拳一出，不管你是日本拳王还是韩国冠军，通通都要跪倒在他的面前。放眼整个亚洲，与他同级别的选手，根本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他打法之所以如此凶悍，一方面是拳头够狠，而另一方面是他的体内流淌着纯正的广西狼兵后裔的血液。广西狼兵后裔绝不后退，也坚决不认输。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来自于中国的广西狼兵后裔打着来自于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很好辨认啊。我们注意看这个脑袋啊，已经是反光的人便是维克托。很多中国的拳迷粉丝啊，很喜欢叫他啊这个巴西版的武僧一龙。一方面是形象比较像，而另一方面是他这个身体这块啊，的确是够硬。以前曾经打过不少的泰拳以及最残忍的缠马拳赛啊，都是非常需要身体硬度的啊。通俗点来说啊，就是扛揍啊，皮糙肉厚。好漂亮，正蹬。哇，重拳有些打晃了。好漂亮，3拳打晃，3拳爆头打倒了。
现场的美女裁判开始了读秒。哎，这场比赛的裁判竟然是女裁判啊！我们才发现，很难得。好，注意看，蒙古东把比赛节奏拉得非常的快，已经有一点想要 KO 对方的想法了。曾经跟我们这个孙伟强打过，手被孙伟强给踢伤了。这个时候维克，此时此刻，在台下蒙国东的教练正在告诉蒙国东啊，要冷静。但此时体内流淌着广西狼兵后裔血统的蒙国东啊，根本冷静不下来。因为维克多我看还有反击能力，是，而且在泰国他打缠麻的，所以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对，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整个节奏也被拉下。好漂亮，连续的补刀，疯狂的大力摆拳。哇，现场的女观众虽然说看不懂比赛，也很兴奋。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现在是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而且我们注意看他的鼻血已经流出来了，这在他的比赛当中呢是很少见的。会来的啊！开始打腹部。蒙国东已经吹起了冲锋的号角，最后的冲锋。头部在腹部，哇，这种击打能力非常强，太强了。对，维克托的眼神虽然很愤怒，但是呢，他无可奈何。是。哇！但是这个维克托身体硬度太强了，观众朋友们。有一点忘记和大家说了啊，这个维克托呢，他的生涯战绩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那就是从来没有被 KO 过。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硬度很高，但是蒙国东的比赛就有意思了，他所有赢下的比赛全部都是 KO 对手。可以当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好好的训练，在巴西没有办法，是那边环境比较差一点。对。然后蓝方的教练叫他一直站在擂台的中央，但是顶不住啊，因为蒙国东的这个攻击力太强了，而且这个蒙国东打得很冷静，是他一点不急，不慌不忙的找机会。广西狼兵后裔，观众朋友们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的确是够猛。而且我们看蒙国东的拳啊是又快又准，不过今天的对手啊是维克托呀，这个家伙的确是够硬啊，很难去 KO 对手。这要是换做一个小日本或者说一个小棒子啊，估计早就被蒙国东啊 K 掉了啊。不过今天情况有点不太妙啊，情况有点不太对。好，第二回合比赛继续。而且运动员要注意啊，他们通常是带着护齿在讲那个话的，所以要特别的清晰，是特别短简洁。看看经过这个1分钟的休息，维克托有没有缓过来，调整过来。蒙国东刚刚一边推一边出腿啊，其实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他推着出了一拳，又推着又出一腿，对，上下结合的很好。是，这个后退的出拳跟出腿一定要练的。对，但是跟协调性有关系。是，他刚才这个躲闪的反击做得很好。是，是，然后对手的协调性就没，还有爆发力就没有他好。是，可能稍微要僵硬一些。对。我们看第二回合的蒙国东啊，明显是开始收油降速了。如果还像第一个回合那么打的话，蒙国东今天的比赛可能就难了，因为对方的硬度很高。如果不能保证啊 KO 对手，那第3个回合那就不好打了。毕竟体能是有限的，但对方的抗击打能力在我看来好像是无限的啊。而且这个维克托呢，不仅抗揍啊，他的进攻也很有力度。虽说慢，但每下呢都是非常的扎实啊，非常敦实。这个时候就会加强进攻了。是，不能给他这种，就是说这种节奏，因为这种节奏的话，怕是被突然被对手抓住机会，对手气势就上来了，况且不能缓，况且对手呢是有一定能力的，是，不能缓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充足的体力去压迫他，体力。他可能第一局冲的比较猛，然后体能现在有了一定的那个影响，需要第2局调整一下。那也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调整啊，不能长时间的这样。蒙国东点打得很准，但是呢，他力量有点下来了。这个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擂台上的一个天赋，是一个经验，加强进攻了。加强他的力量啊，有时候是看你有没有早熟，因为这个选手都很年轻啊，有时候20几岁，头脑还没有那么的清楚。对。等到头脑清楚的时候，身体打体能又不行了啊。所以说，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在体能的情况下又有很好的头脑呢？可能要比他早一点练拳啦，有时候太晚练了已经来不及了。对，是，要早一点练拳。对，很多都是小时候就开始，大概10岁之前就开始练。是。
但是他这一好，这边双方第2回合比赛结束，我们看蒙国东还有体能跳上围城和观众打招呼，说明蒙国东现在的体能储备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所以说接下来的终极回合第3回合，蒙国东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这边第3回合比赛开始了，红方蒙国东，蓝方来自于巴西的维克托他江湖人称巴西的武僧一龙，长得像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像。漂亮，低扫腿，没错，多砍砍腿。对方脑袋硬，身体硬，我觉得这个腿未必很硬啊。开始加强了这种密度和重击的击打，是因为孟国东在第1局展示了他绝对的这种击打的能力确实是击打能力很强。有机会 KO 对方就不要留情了，不要留情。不过这个维克托也是毅力也非常强，是。加上意志力很好，坚持到第3局挨了这么多重击。其实在心理素质上打过缠麻的会觉得打拳套好像不是那么痛，比较不会怕。对，他是加上他的身体的这种抗击打，加上意志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强，是撑得下，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你看他反击起来，也是观众朋友们，现场两边的团队教练在台下都在喊，对方累了两边都在喊但不过我看起来的话，感觉蒙国东的体能应该是好一些这个维克托看起来又更累第3回合最后的1分钟了，蒙国东今天能不能够 K 掉对手？搞不好这场比赛会打破蒙国东过去以往100%的 KO 率因为这个巴西铁头哥你看太硬了，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没有痛觉呀。有些软了，蒙国东的拳，转身边拳，对方还了一个转身肘，两人都有些软。照这个情况看的话，想 KO 有点难了。主要在比较紧急状况，就大口呼气，调整自己。护齿掉了，护齿脱落了。这个蒙国东每次把对手重击或者说需要去中立脚的时候，他都会面朝中立脚，然后看着底下的观众，对的。等着观众帮他加油，然后给他鼓气。对，有可能想一下待会要怎么打。冷静。对，最后10秒，现在2个人都开始用这种体能下降，用这种小的点拳，在控制对方的距离打点。好，比赛终于结束，两个人这场比赛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绝不后退。蒙国东也是没有丢广西狼兵后裔的脸，全程呢是不断的往前去顶和对方是硬碰硬打到了最后。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吧，但是也足够证明了双方选手都是勇士。比赛最终结果，恭喜蒙国东演出判定战胜了维克托。同时也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注意看，武僧一龙竟然放弃防守，展示少林绝学铁头功，挺直了腰杆，让老外连轰数十拳，竟毫发无损。这一罕见的场面让在场的所有老外全部起立鼓掌。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少林武僧一龙大战新西兰拳王布莱登的一场精彩大战。什么情况？武僧一龙进了盘丝洞，哈哈。当年唐僧进了盘丝洞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摇那今天武僧一龙也做到了，他完全没有动摇。那说明武僧一龙已经完全具备了去西天取经的这么一个能力了，哈哈。好，我们注意看，远看一条龙，近看，一条虫。当然了，只是开一个玩笑很多人对武僧一龙的评价呢是褒贬不一他名声在外，有好有坏。有人认为武僧一龙就是一个只会招摇撞骗的假和尚，而有人认为武僧一龙为我们中国的搏击事业和武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喜欢一龙的人非常的喜欢，而不喜欢一龙的人根本喜欢不起来。好，比赛开始，看一下武僧一龙的表现。抓单腿，漂亮！一上来便给这个新西兰拳王布莱登一个下马威。对手布莱登也是来者不善，他拿过一条洲际赛的金腰带。Very well.
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并不是在中国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也不要考虑什么甲醛的问题了啊，本场比赛绝不可能是甲醛。而且对手的身价和辈分和排名啊都很高啊，就不会轻易的打中甲醛的。哦，连续扫踢效果不错。虽然说武僧一龙的拳法一般，但是他的腿法，观众朋友们的确是无可挑剔。哎，注意看，双手自然垂直，不做任何防守，脑袋还顶出去，随便打。一龙告诉布莱登：“你随便打我啊，我扛得住。”我相信看到屏幕前武僧一龙现在的表现啊，有些观众朋友肯定会说了：“哇，太强了，抗击打能力好强。”而有些观众朋友会认为，这不是傻吗？啊，肉靶子让对面随便打。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钟。好，注意看双手，哎呦，哦，随便打，哈哈，这也是一份自信呐，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真功夫先不说，但是武僧一龙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没得说，够强。我觉得一般的职业选手还真没武僧一龙这2下。我们看台下老外已经是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目不转睛的在观看本场比赛。这个布莱登啊，现在也是有些发懵，因为现在的阵仗和情况和场面和对手他也没有见过，见过进攻打得猛的啊，见过腿法厉害的，但是没见过这个光挨揍不还手的。你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台下的老外在疯狂的鼓掌啊，估计这个场面他们也没有见过，哈哈，因为中国武术啊，在老外的眼里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好，双方第2回合比赛继续开打，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武僧一龙啊到底能扛住多少拳。这个眼神好的啊，这个算术好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数一下。实际上这场比赛对武僧一龙来讲啊，观众朋友们难度的确不小。屏幕注意看，这个布莱登呢是要比武僧一龙大上2圈还要多。赛前对方的体重是比一龙大了20多磅。那么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一龙呢依旧啊能扛住对方的重拳。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本场比赛我们看一龙的腰杆啊挺的是非常的直，整个脑袋加脖子加后背啊形成了一条线儿，挺直腰杆让对方随便打，这也是一种比较自信的表现。好，我们看武僧一龙又一次放弃防守，又把双手啊垂了下来，打累了歇一会儿。我们看台下的老外都很兴奋，让这个布莱登呢加把劲儿，使劲打。但是现在布莱登的心里边估计也很难受，不是哥们儿不想打，是哥们儿根本打不动啊。第2回合马上结束，还有最后的半分钟。
好，这一下是滑倒，地面是稍微有些滑。武僧一龙现在非但是一点伤没受，反倒是把这个布莱登啊累的是气喘吁吁。哦，武僧一龙不走寻常路啊，起身的方式啊和别人也不一样。看到了吧？这就是武僧一龙的特别之处，打法、风格、技术特点啊和正常选手啊都不一样。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双方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武僧一龙的精彩表现。说实在的，武僧一龙现在的赢面啊的确不大，因为前2个回合分数上按照规则来讲啊肯定是输了，但是我们从气势上和观赏度上来说呀，我觉得武僧一龙今天的表现还不错。观众朋友们准备好，名场面马上就要来了。好，最后一个回合，双方都来劲儿了。哎呦，漂亮！这一下如果没有围绳的话，想必对方啊已经是被打飞出去了。我们看最后一个回合，武僧一龙也来劲儿了，对方这个布莱登啊也很想去 KO 一龙，对方不信邪啊，对方认为武僧一龙这个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抗打。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钟。哦，漂亮，转身宾拳。哦，不过裁判警告一龙呢，这个招式是不允许的啊，不可以打对方的脖子。1拳、2拳、3拳、4拳、5拳，我的天哪！刚刚一龙硬扛了对手应该是8拳，毫发无损。现在全场的老外都起立鼓掌，都是比较的兴奋，这个场面没见过，不要说老外没见过了，我们中国人也没见过呀。看来打拳击赛并不适合武僧一龙，街边摆摊儿啊，来个什么胸口碎大石啊，来个什么铁头钉钉子，我觉得一龙绝对能赚大钱。好，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武僧一龙和新西兰拳王布莱登啊大战了3个回合。这场比赛可以说布莱登是全程从头到尾啊，从头打到尾，而武僧一龙啊是从头挨打到尾哈哈。但是武僧一龙啊至始至终从来没有倒下啊，是连被打晃都没有。好，最终的比赛结果，武僧一龙输掉了比赛啊，没有办法，这是比赛规则。但是我相信啊，按照这个节奏再打上个3个回合，武僧一龙肯定赢。这是扫到支撑腿了，这个会继续发力。又是踢到支撑腿了。我们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比赛结束。中国巨人腿王自创碎骨腿法，踢得54胜外国天才级悍将惨叫连连，全场中国观众欢呼不断，就连武僧一龙都兴奋不已。如果你要问我当今中国拳坛谁才是大重量级别的最强猛男，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他的名字，刘策。没错，观众朋友们，刘策就是目前啊我们中国大重量级别拳坛最炙手可热的超新星。他不仅身形高大，而且还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截止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涯战绩一直保持着100%的胜率，未尝一败。
就连我们中国的巨人拳王张志磊都对刘策连连称赞不已。哎，我们注意看刘策这边是跪下来磕了一个头，台下的这位女子啊，正是刘策的母亲啊，她对刘策的这个搏击事业啊非常的支持。她表示说呢，我支持我的儿子为国争光。这让我想起了在古代岳母给岳飞啊后背刺字的这么一个情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面板：1.95米对战1.94米，1.97米的臂展对战1.90米，27岁对战21岁。不过在战绩这一块的话，刘策只打了5场比赛，而这个来自于塞尔维亚的内马亚，他打了52场比赛。最重要的是，观众朋友们啊，他才21岁，这一点很恐怖了。他很年轻啊，也很有实力。好，我们注意看，刚一上来2名重量级别选手啊，直接开始了贴身肉搏。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内马亚科内奇科，20岁，差3天。他就要在这里度过21岁的生日，身高1.94米，他记录的是52胜5负17次 KO。他主要是打锦标赛，职业比赛呢经历比较少，但是参加比赛的经历非常早，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他是从69公斤级一步一步打上来的。那么中方选手刘策啊，他的偶像呢是妖刀魏睿，他是习惯于散打的选手，曾经荣获辽宁省散打锦标赛的冠军，身高1.95米，臂展1.97米，这是2个大个子重量级的这个选手的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放狠话的并不是老外，而是我们的中国小伙刘策。刘策赛前表示说呢，我要1个回合之内 KO 掉对手。这是个低扫腿。忘记说了啊，刘策有一个特点，观众朋友们，他在重磅级拳坛啊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别人都在练拳，而他则是在练腿，而且呢，他也为自己的这个腿法取了一个名字啊，叫碎骨腿法。听这个名字，观众朋友们，您听听啊，就知道这个腿法的威力啊有多恐怖了。我们能够感觉到2个大个子也是拳拳到肉啊。刚才孙老师也跟大家介绍了，这2个人臂展，刘策是197公分啊。漂亮，袭击之后马上给一个低扫，好，分开，要推开之后马上高扫。今天场边啊，一龙也比较激动。我虽然听不到他在跟刘策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刘策的这场比赛会让一龙如此的激动呢？好，观众朋友们，忘记说了啊，这场比赛呢，我们著名的武僧一龙啊，都亲自买了最前排的门票啊，前来观赛。他现在正拿着手机，在视频的右下方，我们注意看视频的右下方呢，会有一个光头啊，时不时的出现。据传闻呢，说是武僧一龙啊看中了刘策的能力啊，想将刘策呢收入到他的麾下啊，来扩大他的龙家军。如果这一拳真的只有打到下巴上了，影响到3叉神经，或者一拳打到耳蜗管上，都有可能这种读秒的情况啊都会出现击倒。对，所以你看2个人呢在防守端做的也是格外的小心啊，尤其是我们说。塞尔维亚的这位内马亚，就是2个手的报价非常的高啊，就很多欧洲系的运动员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在防守端做的非常好。对，好，观众朋友们，第1回合比赛结束，现场的观众的话情绪也非常高涨，因为对于刘策他们早有耳闻。今天现场的观众呢，几乎啊都是奔着他来的。在第1回合，无论是在拳法上还是在腿法上，刘策这一边的优势都很明显。包括有一点啊，我们注意看双方的身形对比，这个肌肉的维度。刘策绝对是要比对方猛的，这也能看出啊，刘策在日常的训练啊，绝对是非常的刻苦。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是在61到67，就是再高一点吧，就70左右。对，这是我们这个黄金级别。但是像80就是90这样公斤级的运动员确实是比较少人才比较少。对，所以能看到刘策这样的就很激动。对，刚刚在这个进场的时候，刘策说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小的这个 V2，他说这个谁说个子大的选手就是移动速度慢啊，就不能够打快速啊。尽管他本身是一个重击型的选手，他的膝法各方面就还是比较凌厉的，也善于在比赛里面求变。但是我觉得今天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对，我们又看到一龙的确今天很激动啊。其实他的对手内马亚这个没有问题。看到刘策被击倒，恐怕台下的武僧一龙啊，要比刘策的教练还要激动。具体为什么今天他这么兴奋啊，我们真是不得而知。
而且后手的拳速也很高，就出前回收的这一下也会非常的快。对，他虽然那个刘策在5分的比赛不多啊，刚刚孙老师也介绍了是5胜3次 KO 对手，可见这。哇，刘策的碎骨腿法，观众朋友们果然是名不虚传。好，连续的补刀，我们看内马亚这个小伙子已经不太行了，整个人身体发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什么还手余地了。刘策乘胜追击，又是一小，又是一次。我的天哪！在重磅级拳坛，观众朋友们，像刘策这么主攻腿法的选手，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这一拳打空之后，就是在起身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刘策开始这个会继续发力，又是踢到支撑腿了，又给了一个读秒。内马亚摇头的这个意思是无奈呢，还是没办法继续进行比赛了？我看来又起身了，看来还要坚持一下。对，是的。哎，刘策乘胜追击啊！你别停了！哎呦，反正红灯。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比赛确实移动受限。是。一个回合4次击倒，4次读秒，观众朋友们就问你够不够狠？其实的话，按照3次读秒就应该结束了啊！裁判给了对方一个机会。哇，这个推法实在是太狠了！打完比赛之后的话，相信对方的2条腿啊，应该是需要紧急治疗一下。我觉得即使不断啊，估计也要受到重伤了。好，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巨人腿王刘策，也期待他今后啊有更好的发展，更好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